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欢迎来宾，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要赶快来关心的是中东的死亡海峡正式的开战了。今天会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伊朗现在在荷姆兹海峡这边布满了水雷跟它的自杀快艇，美军的部分扫雷是否跟得上，是否慢一拍呢？我们今天也会关心，现在整个荷姆兹海峡已经变成全球最危险的海上战场了。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因为这个最新的消息是来自于 CNN 西方媒体的报道，伊朗现在已经在荷姆兹海峡大规模的布雷了。情报指出，伊朗是有能力在这个航道上面投放数百枚水雷的。来自于伊朗的最新说法，我们还有28艘的潜艇啊，接下来的6000枚的水梅是随时做待命。而就在录影前，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是来自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最新消息，已经收到了报告，说有一艘货轮在荷姆兹海峡遭到了不明的飞行物击中，导致船上起火。那么该船已经正式的请求援助，现在这些船员生死未卜，正在进行撤离当中。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伊朗革命卫队现在也发出了一个最新的警告：美以你在搞事，1公升的油你也别想再运出去，也直接跟川普发出了威胁，小心不要自己被歼灭了。伊朗继续的说，他说宣布驱逐美国跟以色列在这边的大使，军舰接下来可以无限期的通行荷姆兹海峡里面，伊朗自己的军队可以，也正式的是等于宣告了这个海峡的主宰权在伊朗的手上。我们看到美国又是怎么说的？川普现在最新要求伊朗立刻的移除这一些布雷的水雷，否则会面临严重的军事后果。如果敢封锁海峡，美国将会20倍的对你加以奉还。那确实，美方也已经祭出了最新的军事上面的行动，摧毁了在荷姆兹海峡上面的伊朗海军舰艇，其中包括了16艘的布雷船。那么我们现在也要来看到的是，美国现在确实在荷姆兹海峡面临许多的压力哦，就是因为现在它的扫雷的能力恐怕也撑不起这一场海上的博弈，因为我们看到整体来看到伊朗在海上的部署有哪一些，还有海底跟陆上，海面上有自杀快艇跟它的布雷艇，现在密布在这个上面，海底还布了水雷，再来看到空中还有无人机监控跟寄出攻击，岸上更部署了反舰飞弹等等。也就是说，一旦美军的护卫游轮进入到这个海峡，可能面临的就是多重的火力网四面楚歌。水雷只要一旦引爆，那么游轮连锁的爆炸的效应可能再起。今天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了？现在伊朗等于在这个海峡上面布了各种的武器，刚刚提到的自杀快艇到布雷艇到水雷、反舰飞弹等等，这个多层的海峡防御网，美军如果强行突破，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吗？荷姆兹海峡现在已经正式的变成战场了吗？干哥怎么看？好，仔细看一个数据，说6000枚水雷随时待命。我说不要6000枚了，60枚你头就痛。你知道为什么吗？水雷是最难扫的一样工具，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常常会听到地雷，对不对？地雷其实在我们一般人的认知之中，就是人员杀伤雷，它是埋在地底下的，那个已经很难清了。如果它是水雷，它会更难清。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可能看过那个电影，就是说，有一个大大的很多刺，然后布在那个海面的下面一点点，然后用那个铁链绑起来。那是2次大战旧的水雷的你的印象。现在的水雷不但轻，而且质量轻、密度高。然后呢，它分2种，一种是什么？一种叫细流雷，就是我刚才讲的，它会有一个铁链绑住，但是它质量都很轻的。然后另外一个叫什么？漂流雷，它飘哪里去你根本不知道。光60枚你丢下去很容易啊。为什么？可以用直升机布雷，可以用快艇布雷，还可以用军舰布雷等等。你还可以用帆船啊，只要是那种一般的那种民用的帆船啊，它载了几颗，它因为那是很简单的，它是一个就是很笨的一个武器就对了，只要丢到海里去，它自然就会发出磁性。然后呢，美军的军舰全部都是钢制的，所以它会发出磁性。
只要水雷接收到那个讯号的话，你进发它就会爆炸，就这么简单。所以水雷的效用是在这个地方。2次大战，英国在挪威峡湾布放了很多水雷，就是要遏制它的无敌战舰啊，叫铁壁之号开出挪威峡湾。那对于像这样子的武器，我跟你讲，荷姆兹海峡只有33公里，那么窄而已，跟我们台湾海峡那个宽度啊，还要更窄得多。所以你知道，沿线的从波斯湾沿线下来的这些国家都是产油国，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伊朗本身，再走过来就是荷姆兹海峡，再走出去是哪里？就是阿曼湾，然后再到了大海、阿拉伯海，这样这个油轮它才能够干嘛？把油运到全世界去。如果它在荷姆兹海峡，它就触礁，不是触礁，被爆破了。它如果说它受伤，通常一枚水雷只能够在船底打一个洞。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油轮都是超级油轮，那都超过10万吨。你用水雷你打不成它，除非用鱼雷或飞弹，你打不成它。但是它只要摊在荷姆兹海峡，它就是什么？它就是整个企业、整个全球经济的障碍。为什么？它堵住了。所以只要它能够堵住，我伊朗的那个任务就达成了，我的目的就达成了。所以现在好，那我们就讲川普说我们来护航任务。我告诉你，护航任务要怕的不是这些油轮，是美国自己的军舰本身，他怕死了。航空母舰绝对不能够进到荷姆兹海峡里面去，因为那个叫有去无回。我不知道在里面准备了什么东西。是除了水雷之外，我要是被水雷误伤，那还是小事。我刚才讲过，航空母舰也是10万吨的，你打不成它。但是你要碰到见证者无人机的话，那可以饱和攻击。所以荷姆兹海峡它不会进去。但是你在外面的时候，我请问你一下，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就都是伯克级都是神盾舰，这些神盾舰都是1万吨的大船，他们只要碰上了一颗水雷之后，它一样也不能动。所以你知道扫雷舰的要求很高，它是什么？它是塑钢的船体，它不能带磁的。所以以前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台湾发生的庆富案？那个庆富案就是那个他根本从来没有造过扫雷舰，他根本没有那个 know how， 他就跟国防部讲说，跟海军讲说我能够造，这个瞒天大谎。那现在美国你知道只有多少艘扫雷舰吗？3艘，只有3艘，叫做 Revenger 复仇者级，只有3艘而已。还有另外一种最新的叫纳瓦河级，还没有造出来。所以我现在已经把这个战例分析给大家听了。美国的扫雷能力比日本远远不如，日本是全世界最强的扫雷国家，他们从2次大战就开始注重扫雷。为什么？因为它是整个环海的，你应该请日本海军来帮忙请日本海军到荷姆兹海峡来帮忙，他们非常会扫雷。可是美国自己本身没有扫雷的能力，所以拜托不要用军舰来护航。等一下，你这个触雷之后，军舰自己本身都倒霉啊！这个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好，那我们刚刚因为也有提到最新消息嘛，这是来自于英国办公室这边说的，有一艘货轮在荷姆兹海峡被攻击，现在这起事件持续的在升温，荷姆兹海峡现在看起来已经越来越严重，变成了海上战场吗？岳老师怎么看？找日本过来帮忙扫雷也没有用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荷姆兹海峡离伊朗太近。大家知道什么叫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最长的地方才90公里，最浅的地方的话呢33公里而且实际上它的那个靠近伊朗那边岸的话呢，水非常浅所以伊朗的话呢，它就是你们讲到说水下地雷、布雷的船的话，伊朗就有搞出6000颗水雷那这个距离就非常近然后自杀快艇是无人的，无人快艇的话，你来了船，它派出去，那等于是活动的水雷那更不得了对不对？你看到了就讲。然后第3个岸基飞弹，什么叫岸基飞弹？岸基还有火炮它太近了，这个火炮一般来讲的话，打到100公里以内就很容易。它整个荷姆兹海峡完全在伊朗的涉及境内。那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伊朗这种不活了、鱼死网破了，大家一起同归于尽？大家不要忘了，伊朗也是产油的国家，他自己的船也要透过荷姆兹海峡出来对不对？好，现在的话呢，这里面有3个部分大家需要了解。首先，第一个，伊朗真的很生气。
啊，那个哈梅尼耶的话呢，哈梅尼的话呢，就是被杀掉以后，现在就为什么选到他的二儿子啊？穆贾什巴啊。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伊朗全国上下都非常生气。这个宗教国家的生气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的。这个大家就要特别注意。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美国跟以色列一开始对伊朗的时候狂轰滥炸，到目前为止只会以暴制暴的结果。那伊朗现在就决定跟你搞个鱼死网破。荷姆兹海峡是不能够封的。为什么？里面牵涉到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啊，有人现在都降低这种占的比例啊。其实严格来讲，它是至少25%。大家现在说只有20%，其实我听到的是有时候到达33%。为什么？因为中东地区它不但是油，而且是气。你要搞清楚，就是说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输油输气的国家都在这个区域。然后这个地形一打开，它一定要经过荷姆兹海峡。另外一边的话呢，红海也是在胡塞武装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两边的话几乎都没有任何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发觉这一招有用，就是说他这个同归于尽，讲起来连我们在座都影响到啊，因为就是说大家一起死啊，最惨的就是韩国、日本加上台湾啊，大陆可能有它的能源的分散区域啊。然后第三个原因更重要的是，美国本身讲不清楚他们到底要干嘛。然后真的我到现在我问了很多人啊，只差求神问卜而已，就是说美国到底在干嘛啊？你跟着以色列去搞这个干什么？人家以色列讲起来，伊朗是最大威胁，你美国根本没有这个压力，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搞不清楚，然后慢慢被识破手脚。这场战争不能拖，拖到今天11天的时候，伊朗、俄罗斯、中国，甚至连北韩都看清楚了，就是把你拉住，就是把你拖住，让全世界一起下沉，让你产生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美国要扫雷啦，美国要释出它的这个战备储存油啊，美国要想办法要对伊朗威胁，要无条件投降啊。这个原来不关美国的事了，原来本来没有影响这个事情啊。我甚至可以讲说，这个在这个，你看建中老师会讲得更清楚，在这个发生战争之前，台湾的股市好得不得了啊，现在突然一下完全变了，现在每天都非常的稳，就 volunteer 啊。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上上下下摆动。好，确实哦，现在伊朗祭出了这个荷姆兹海峡，在这边布雷这一招哦，希望给全世界都压力，并且对美以施压。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这个伊朗他也是看准美军在这个荷姆兹海峡这边做这个扫雷的动作，其实是无能为力的，特别是在扫雷的能力跟速度上，其实都跟不上伊朗的速度。我们先来提到伊朗这个美军的扫雷能力，为什么说严重不足？如同干哥帮我们提到的，现在呢，其实美军手上只有3艘的滨海战斗舰是可以做扫雷的。然后呢，如果这些扫雷装备是装在上面的话，等于就装不下防空武器了。也就是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在扫雷的时候，军舰就会变成活靶子。再来就是速度的部分，美军一天最多只能清除50到100枚的水雷，但是伊朗一天可以布雷达到了700颗，将近已经是，如果是以100来做计算的话，将近已经是7倍了。那么靠的就是它有20艘的小型的潜艇跟3艘的大型潜艇，都可以一天3趟不断的去布雷。换句话说，伊朗的布雷速度是远超过美军的布雷速度的。怎么看这场水雷战？美军打得下去吗？聂老师怎么看？单纯谈水雷战，当然美军当然打不下去嘛，这个真的是差非常大。这个伊朗呢，这个对荷姆斯海峡对他来讲哈，不管21海里、33公里，这个最短的地方，实际上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有的战术战略的重要的，说不好听就是他们战略武器啊。他们用这个是可以真的牵制到世界，包括我们讲说，我们现在东方所有的人员、天然气所受的伤害。但不管怎么说，它不是随便要封锁。这是他的武器，他最主要的，我们现在很清楚了，他的现在的敌人就是真的已经火力全开的，除了以前以色列，就是背后的这个父亲就是老爸就是美国嘛。当然这个川普呢，他就特别的执意要去打。刚才那个苑教授讲到，真的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打，但是我等一下分析一下他为什么要打。而这次有一个很大的逻辑问题啊，我等一下讲一下。你说美国会不会赢？当然不会赢，但是这是定义问题，也不算不赢啊。因为你知道川普的个性，他不是那个 apprentice， 他有3招吗？第一个攻击、攻击再攻击，他玩梭哈，你知道都是修颠丢大牌。我多厉害，我全世界第一，我先吓死你，叫你不敢动，来跟我谈和平协议，我要4个理由，前2个理由就是他一定要达到的终极目标，他完全没达到。
他现在就要退缩了，不是很塔口吗？他真的这次是标准塔口了。你知道美国是很奇怪、很特别的，他是自以前到现在能够让他越来越强大，就做兵工厂，然后全部用代理人战争。别的地方打，像俄乌就是这样，他能够一直在后面 support 你乌克兰，他人就不要出去。这次还真的就去了，还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直接打伊朗。真的他对伊朗痛恨到这样吗？不是，其实有真正的很重要的原因。我先讲一下 ，Apprentice 讲他就是攻击再攻击，第二个叫永不认输嘛，那第三个叫死不认错嘛。大家都知道这三个名言就是属于川普的，他已经输了，但他不能认输。他原来觉得他一天，跟委内瑞拉一样，就可以把那个首领斩掉。他是已经斩首没错，他不知道整个伊朗的神权精神加上民族主义之间结合在一起，就算反对派也都没办法接受你把我父母杀了，这个问题很大。他才发现他错了，他原来一天结果说4天5天可以解决，就打了10天之后，他说战争快结束了。他到底打什么咋结束？他理由很简单，我打了5000多个点。5000多又怎么样？他的终极目标4个里面最重要2个，其实就是核计划、核能力，所有的核设施、核能要全部毁灭吗？你去年钻地弹不是钻60公尺，不是要炸到核吗？结果没有成功，这次就一定做得到，他一直很有信心。第二个是导弹啊，尤其长程导弹，它导弹已经研发到，因为伊朗的攻击力量是很强，以色列是因为靠美国，那它有一个金囧是可以防范没有错。可是你知道，它可以用你这一次大家很清楚啊，用便宜的无人机或者些人就可以用你很贵的什么爱国者飞弹去打掉，你知道，几百倍的军力去打，它已经消耗到了所有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消耗战。美国就被消耗很惨，以色列消耗很惨，所以你知道伊朗还有很好的战术，也就是在你把他的首领杀了以后，他们有没有认输？他们其实知道自己不太可能会赢，但他也不愿意输得很难看，他必须全力反击。所以我觉得这件最严重的就是川普绕到了一个逻辑的问题。他说我要停战了，伊朗说我没有要停。那我为什么要停战？因为我打了5000多个点，我够了。其实你要知道为什么他要有2个目标，第一个长程飞弹，第二个是核设施。因为你看北韩就知道，他敢动北韩吗？敢动金小胖吗？因为北韩就是有长程飞弹，也就是有洲际飞弹，也就是因为有核设施，美国动都不敢动。伊朗他就是怕他走到这一步，所以历任总统都是怕，没有人敢这种。川普他自己以为他很大，我们军事力量多强，世界第一，我要去制裁你4天就搞定了。结果后来讲，可能要打久一点哦，所以发觉被消耗得很惨。他后面你知道武器的制造已经完全制造业空洞化，他不知道怎么去support他后面武器，还有他未来还要想到他未来的假想敌还要需要更多的枪炮弹药。他发觉先打完了，或打掉一部分，他根本没办法应付啊！飞机或军舰也打掉，他怎么办？你看他1艘、2艘、3艘航母去，请问连伊朗他都没有办法这样子完全照着他的牌来出牌，他的未来我觉得真的很危险。你看最近你不是觉得人员局长他们还自己觉得很厉害，说你看我听到消息了，我们有海军真的美国就那边护了1艘船过去了。结果后来被自己打脸，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根本就没有。他过去有这个实力啊，对，他过去的力量够啊。其实到川普没有了，但川普是声音大，你知道吗？他这种是很会喊话的。所以说你教川普说他现在还在讲要求伊朗要怎么讲，他现在怎么要求？他原来要求的和平前沿都不答应，你现在把人家打得那么惨，还告诉人家说我要求你停火，我就有20倍军力。他现在自己怕，但是他会在说他的牌已经没了，他会故意先亮出一个大牌，其实他已经没有大牌了，而对方先亮小牌越来越大，他越来越害怕，然后就喊我还有哦，我还有更大牌哦，要吓对方。我跟你讲，这已经塌口了。好，谢谢丁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